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厦门女孩芷瑜和台湾男生子轩的跨海之恋。芷瑜是我去年认识的一位客户，她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。她来自厦门郊区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，养育了3个孩子。芷瑜排行老2，上有一个大2岁的哥哥，下有一个小3岁的弟弟。因为家境贫寒，3个孩子从小就没享受过什么好东西，但芷瑜从小就特别要强，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我小时候就想，要么读书出人头地，要么嫁个好人家。芷瑜跟我说起往事时感慨道，可惜天不遂人愿，高中毕业后，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3个孩子上大学，芷瑜只能选择出来工作。凭着漂亮的外表和灵巧的双手，她在按摩院找到了一份工作。虽然这份工作社会地位不高，但收入还算可以，能帮补家用。说起芷瑜的第一次婚姻，她的眼神里总是带着深深的遗憾。那时候太年轻了，以为找个本地人，有个小家就够了。她的前夫是个厦门本地人，开了间小超市，在父母眼里是个稳妥的选择。可婚后生活却不尽如人意，婆家人处处针对她的出身，嫌弃她是外地人，常常当着她的面说难听话。更让芷瑜心寒的是，结婚3年没有怀孕，婆家的态度更是雪上加霜。你一个按摩女，怕是身子早就被按坏了吧？这样的话她没少听到。前夫不仅不替她说话，反而跟着家人一起数落她。最后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日子，芷瑜选择了离婚。那时候我真的很绝望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了。芷瑜说到这里红了眼眶，谁知道在她最低谷的时候，竟然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贵人，来自台湾的子轩。那是去年春天的一个傍晚，子轩因为出差到厦门，肩膀酸痛去找按摩店，阴差阳错进了芷瑜工作的店里。他不像其他客人那样大大咧咧的，特别有礼貌，还会说谢谢。芷瑜回忆起初次见面的情景时，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。就这样，2个人开始了解彼此。子轩是台北人，在台北经营着一家电子厂，生意做得不错。36岁的年纪，事业有成，却一直没有成家。他跟我说，以前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没有走到最后。他觉得缘分很重要。起初，芷瑜对这段感情充满犹豫。我当时想，他条件这么好，年纪又比我大这么多，会不会只是玩玩而已？再说，两岸关系这么敏感，他的家人能接受我这样的大陆女孩吗？但子轩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他的顾虑。每次来厦门出差，他都会抽时间陪芷瑜，带她去吃好吃的，给她讲台湾的风土人情。他不在厦门的时候，每天都会视频聊天，关心她的生活。渐渐的，芷瑜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温柔体贴的男人了。不过，2个人的恋情很快就遇到了阻力。芷瑜的父母坚决反对她嫁到台湾去，那么远的地方，万一受欺负了，都没人帮你做主。而子轩的家人也担心芷瑜是冲着钱来的，这让2个人的感情陷入了低谷。面对双方父母的反对，子轩展现出了让人感动的决心。他专门飞到厦门，找到我爸妈，给他们鞠了一个90度的躬。子轩对芷瑜的父母说，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担心芷瑜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，给她幸福。我在台北有房有车，经济条件不错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是真心爱芷瑜的，想给她一个家。芷瑜的父母被子轩的诚意打动了，但还是有顾虑，你家里人能接受芷瑜吗？她学历不高，还是做按摩的。子轩马上回答，在台湾，我们不会歧视任何职业。芷瑜是个善良勤劳的女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我家里，请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说服他们。就这样，芷瑜的父母总算勉强同意了。但子轩家里这关更难过。我婆婆一开始特别担心我是来骗钱的。芷瑜说，她听说我是按摩女，还担心我会不会有不良历史，怕我破坏他们家的名声。但子轩坚持要娶芷瑜，还专门带着她去台北见家里人。让芷瑜没想到的是，台湾的亲戚们虽然一开始很防备她，但见面后态度竟然出奇的友善。他们会很认真地问我的想法，不会动不动就说教。婆婆还特意准备了一桌我爱吃的菜。更让芷瑜感动的是，当她坦白自己是2婚时，婆婆居然说，
没关系啊，人生路那么长，重要的是现在遇到对的人。这种包容开明的态度，跟她前婆家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经过几次接触，子轩的家人渐渐被芷瑜的真诚打动了。我看得出来，这个女孩是真心喜欢子轩的。婆婆后来告诉芷瑜，你们要是真心相爱，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反对什么呢？就这样，在认识半年后，芷瑜和子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让芷瑜没想到的是，婚后的生活彻底颠覆了她对台湾的认知。我以前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发达，去了才知道自己多么井底之蛙。芷瑜感叹道，台北的街道整洁有序，马路上见不到随意变道的车辆，超市里的商品价格清清楚楚，没人会讨价还价。最让她吃惊的是，公共场所从来不用排长队，因为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秩序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让芷瑜感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温度。有一次我感冒了，去医院看病，医生不但细心询问病情，护士还会微笑着叫我的名字，等候时间也很短，整个过程特别舒心。这跟她在大陆挂号排队几个小时的经历形成了强烈反差。婆婆对她的态度更是让芷瑜感动不已。妈从来不会要求我必须生孩子，也不会干涉我和子轩的生活。每次我做饭，她都会说辛苦了，还会帮我收拾餐桌。这种被尊重的感觉，是芷瑜在前婆家从未体会过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芷瑜越来越融入台湾的生活。她发现这里不仅民风淳朴，在科技发展上也很了不起。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世界级的企业都在台湾，街上随处可见智能支付，连小贩都用得很熟练。芷瑜渐渐发现，台湾社会的人性化程度远超她的想象。这里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无障碍设施，路边定期有志愿者照顾流浪动物，超市里还专门有老年人体验区。芷瑜感慨道，这些细节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有一件事特别让芷瑜感动，有天下班回家，她看到一位老奶奶在公交车站摔倒了，周围的人立刻围过去帮忙，但没人贸然扶起老奶奶，他们先打了急救电话，等专业人员来处理。这种既热心又理性的做法，让芷瑜深受启发。婆婆更是用行动告诉芷瑜，什么是真正的家人。妈从来不会像我前婆婆那样，动不动就说你看人家谁谁谁，她总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芷瑜说到这里，眼里满是感激。让芷瑜特别欣慰的是，婆婆从不把她当外人。有次我感冒了，妈特意煮了一锅姜汤给我，我说不用这么麻烦，她却说你现在是我女儿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这句话让芷瑜瞬间红了眼眶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芷瑜也见识到了真正的科技实力。大家总说大陆的移动支付发达，但台湾的科技水平一点不差。她说，像台积电这样的企业，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，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得靠它。不仅是高科技产业，就连普通人的生活也很智能化。这边的便利店都有自助结账机，路边停车场都用电子收费，连传统市场的小贩都用智能收银系统。芷瑜笑着说，而且最神奇的是，这里的网络很自由，想看什么网站都不用翻墙。教育方面的差异也让芷瑜大开眼界。我表姐的孩子在这边上学，课程设置特别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，老师不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，而是鼓励他们多问为什么。这种教育理念让芷瑜觉得特别新鲜。在台湾生活的越久，芷瑜就越发现自己以前的认知有多么局限。我之前总觉得大陆样样都是最好的，现在才明白，每个地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她说，就像我婆婆常说的，要用开放的心态去看世界。工作方面，芷瑜也找到了新的方向。这边的养生会馆很看重专业技能，我现在在学习专业按摩证照。她骄傲地说，考到证照后，收入会更好，社会地位也会提高。子轩一直默默支持着芷瑜的成长，他从来不会嫌弃我学历低，反而鼓励我去进修。芷瑜说，现在我还在上夜校学习日语，为以后开拓事业做准备。芷瑜告诉我，在台湾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变得更加开阔了。以前在大陆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他说，但在这边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，大家都很包容。记得有一次，芷瑜在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手工艺课程，
我做的不好，但老师和其他学员都很鼓励我，说新手都是这样的，慢慢来。这种不给压力的学习氛围，让芷瑜找回了很多自信。更让芷瑜感动的是台湾社会的人情味，这边的邻居特别热情，但又不会过分干涉你的生活。他说，有次我感冒了，隔壁阿姨知道后，给我送来一碗自制的姜茶，放在门口就走了，怕打扰我休息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芷瑜和子轩的感情也越来越深，她真的很会照顾人。芷瑜说起丈夫时，眼里满是柔情，每天下班回家，不管多累，都会先问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。周末的时候，也会陪我去学习新东西。婆婆也经常感叹，子轩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看到儿子找到了真爱，婆婆对芷瑜更是疼爱有加。妈常说，你们开心就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这种无条件的支持，让芷瑜感受到了真正的家庭温暖。在台湾的医疗体系中，芷瑜也感受到了深深的人文关怀。这边看病不用排长队，医生会很耐心地解释病情，护士也都很温柔。她说，最重要的是，看病的费用很合理，不会给家庭造成太大负担。工作环境的改变也让芷瑜对职业有了新的认识。在这边，按摩师是很受尊重的职业。她自豪地说，只要你有专业证照，技术好，就能得到认可。不像以前在大陆，总觉得这份工作低人一等。现在的芷瑜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白天去养生会馆上班，晚上去进修。周末的时候，子轩会带我去郊游，认识新朋友。她说，这种生活虽然忙，但特别有意义。让芷瑜特别感慨的是台湾的公民意识，这边的人很注重环保，垃圾分类特别细致。她说，刚来的时候不适应，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，而且发现这样做确实对环境很有帮助。芷瑜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台湾社会做点贡献。我想等考到高级按摩师证照后，去养老院做志愿者，给老人家按摩。她说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想报答这片土地给我的温暖。现在的芷瑜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。她说，不仅找到了真爱，还收获了一个温暖的家，认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。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芷瑜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这边的人不会一味追求物质享受，而是很注重生活品质。她说，大家工作之余都会培养兴趣爱好，去探索人生的意义。最让芷瑜感动的是台湾人的责任感。这边的商家都很守信用，说好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他举例说，有次在网上买东西，商家发错了货，二话不说就重新发了一份，还送了小礼物表示歉意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增长，芷瑜对家有了新的理解。家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更重要的是有人懂你，支持你。他说，就像子轩和婆婆从来不会强迫我做什么，而是尊重我的选择。谈到生活变化，芷瑜笑着说，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自卑的小女孩了。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我现在的按摩技术越来越好，还学会了一些养生知识。很多客人都说我按得很专业，这种被认可的感觉真好。对于未来，芷瑜有了更多期待。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养生馆，她说，不是为了赚大钱，而是想帮助更多需要放松的人。子轩也一直支持她的梦想，已经开始帮她物色合适的店面。最让芷瑜感慨的是家人的态度变化。现在我爸妈每次来台湾，都会说这边真好。她笑着说，他们看到我过得幸福，也就放心了。现在还会向亲戚朋友介绍台湾的好。回顾这段跨海婚姻，芷瑜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要被偏见限制了自己的眼界。她说，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美，关键是用心去发现。对于那些还在寻找幸福的人，芷瑜想说，不要怕改变，也不要被别人的眼光束缚，只要遇到对的人，在哪里都能过得幸福。听完芷瑜的故事，我很感动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像芷瑜这样通过婚姻实现人生蜕变的例子并不多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分地域，幸福也没有固定模式，只要真心相爱，互相理解，一切困难都能克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爱情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也许下一个幸福故事就发生在你身上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